目前算起，约在2500年前，印度的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附近的林子里来了一位旅人。你总算来了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你就是我多年寻找的师傅啊！我也很高兴。现在我已经得到了真道，我就告诉你吧，大迦瑟。是。佛典故事大迦瑟，经典的开始。等待旅人的是世尊，旅人则是常年来一直寻找名师的大迦瑟。如果我不知而却说知，为悟道而自称悟道，那我的身体将当场分成7块。是。于是世尊当场谆谆说法。大迦瑟一句不漏地专心地听着。这个人叫做大迦瑟，从今天起就是大家的同伴了。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好脏啊！就是。欢迎来到竹林精舍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，请尽量告诉我。他连寒暄好像都不会哎。欢迎，这里的修行可是很严格的。捡那种家伙回来，世尊也真会自找麻烦啊！在世尊门下修行的有各种规矩，其一就是居住远离人烟的山林中，以每日的托钵维持生活，托钵对象不可分贫富，一日只许用餐一次，只能穿破布缝成的衣服，其他的东西都不可带等等，有许多严格的规律。大迦瑟高兴地遵守规律，不落人后的勤做修行。可是弟子之中也有厌恶大迦瑟，不时在背后毁谤的人。有何难题？他还没有动哎。哦，我看看啊，惊人呐！他已经连续3天了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八成是什么都不想，装模作样在偷睡觉啊！一定是这样的。整天到晚假装修行，那种男人会了解世尊说的法才怪呢。他大可早日死心，逃出这里。无意听到弟子们的话，世尊心想，有天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大迦瑟的优点才行。
于是有一天，世尊召集弟子们说法的时候，好臭啊，好像从垃圾堆爬起来一样。世尊看到大迦叶过来，马上讲起教法中最难的部分。可是弟子们完全听不懂。万法唯心所造，一切因缘生，一切因缘灭。好，你们都知道了吗？你懂吗？我并不懂。你呢？我也是，请原谅。是吗？你们都不懂。大迦叶，原来你在那里，你的座位在这里，过来坐吧。这是为什么啊？刚才我说的，对大家来说好像太难了。大迦叶过来这里，你代替我，以比较简单的说法再说一次。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弟子在这儿谢谢师父的好意，可是我没有资格坐在您的旁边，更何况是要代师父说法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够接受。我只要在师父门下一个人静静地享受法的快乐就行。哎，大迦叶，师父难得。没有关系，随大迦叶的意做吧。大迦叶在遇见我的第8天，就已经得到佛道之心，更从之后的修行脱离欲望，知足，不做无益的言语，彻底的实践教义。今后各位的行为都应该向大迦叶学习。所以我说嘛，大迦叶呀，他不是一个普通角色呢。说谎！你诽谤兼重伤，诽谤人的是你，你还说别人？你说什么？哦，吵死了！我不承认，那个男人拒绝说法是因为他缺乏自信。可是世尊他偏心，哼，一点都不好玩。除了顽固的优婆难提之外，再也没有人说大迦叶的坏话了。从那之后，大家都尊敬地称呼大迦叶为沉默的男人。可是，默默地享受道之欢喜的大迦叶，也有一件挂心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故乡家里等待大迦叶来迎接的妻子跋陀。大迦叶名叫毗波罗舍那，曾经是摩羯陀国最有钱的人。年轻时候就讨厌世间所有的享乐，他期望出家，过着清静的生活，可是却挡不住父母的要求，和富家女子跋陀做有名无实的结婚。结果新婚之夜时，才发现跋陀就和自己一样，希望出家求道。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。后来双亲逝去，两人继承了家业后的某一天，跋陀命令女仆们把榨油的芝麻种子放在阳光下晒。哎呦，好多虫啊！要杀死这么多的生物，真是讨厌呢。没办法，这是夫人的命令啊。住手！住手！
天大家都可以休息。另一边，丈夫巡视下人在旁边。怎么了？快拉呀！别偷懒！住手！工作停下来！今天大家可以休息了。为了种田，人们痛苦，牛畜受伤，虫儿死了。想不到，为了我们的奢侈生活，害苦了那么多生物。这种残忍的行为真是悲哀啊！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食只要一碗饭就够了，睡只要有地方躺就行了，穿只要能遮盖身体就够了，其他东西大可舍弃。我想放弃家产，出家求道去。我也是。就这样，大家色把财产分给下人，田产分给人们，并决定由自己先出外旅行。巴托，如果我能够遇到名师，我马上回来接你过去。一定啊！我发誓。据传，这天正好是世尊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日子。然后2年后，为了寻找名师，寻访诸国的大迦瑟，终于遇到了终生的师父世尊。巴托，我非常想迎接你过来，可是竹林精舍还没有女人出家者，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吧。最后，大迦瑟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就在世尊活动的根据地，从竹林精舍移到居萨罗国的奇缘精舍不久，世尊首次开立收容女弟子。大迦瑟非常高兴，把跋陀接到了奇缘精舍。于是，成为世尊弟子的跋陀潜心修道，得到世尊称赞，是宿命者，无人胜得过跋陀比丘尼。且说世尊的弟子人数逐渐的增加，分到地方的比丘渐渐管不到，就连这阿罗毗村也有比丘开始过放逸的生活了。不行，大家都忘了开始修行时候的决心了。你看看，这个是优陀罗王家传下的宝钵，这个是优家圣我有钱人视为珍宝的钵。我输了。我们最自信的钵跟优婆罗难提的宝钵比起来，好像是垃圾。那房子和宝钵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说不定是强迫村人施舍得来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可就糟了。今天呢，你就拿这个去托钵，你们呢跟我走。我带你们到有钱人家去吃珍肴。那太好了。
大家色偶尔也想吃点好东西。就是这家。这狐狸的东西。算了，我们到那家。这怎么搞的？你真奇怪啊！搞不懂，我知道了，你为了要建房子，强迫大家捐钱出来，所以大家看到你就逃啊，对不对啊？他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如果这样，那可就糟了。果然是这样。可是责备他们不是我的工作。大家是，他好像有目标哎。这边，莫非他想向那个老女人托钵啊？我得了重病，每个人都不要我了，我快死了。不知道你是谁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在尊贵的世尊门下修行的人，我是来请求你给我一点施舍的。向我托钵啊？是的，我希望你能够减少你自己的食物，发一发慈悲心，施舍一些给我。你说什么呀？以前我从来也没施舍东西给人家，更何况就想给也没东西。我一无所有了，没有东西啊！哎呀，你看起来很有修行的样子。如果有东西，我也真的很想施舍给你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眼前有的只有别人不要的东西，像是发酸发臭的米汤，哎，真是好丢脸啊！你这份心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份心了。你拥有这份肯施舍的心，有那个帮助别人之心的人，这种人他就不是穷人。有羞耻之心，敢于反省自己的人，就已经是一个求道的人了。而现在的你，已经具备这些心，那就是信佛的尊贵之人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能够施舍一点米汤给我。好。哎呀！太可惜了，今天的用餐就到此结束。我拥有活到明天的力量了，这都是托您施舍之恩，谢谢您。
不多言而以行为说道，解脱烦恼痛苦的人的心，也以同样的行为教导你们。阿难，是，转告大家，从今天起，不可为了建立豪华的精舍，向人们要求过多的施舍，知道吗？是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不可像优婆难提那样，一个人拥有太多的钵，多余的东西都要舍弃。现在啊，不错。不准笑！世尊一直把大迦叶当作是好朋友，而不只是弟子而已。世尊内心其他弟子不知道的深处，只有大迦叶知道。两人间的深厚信赖与这段友谊，40年来从未改变。世尊80岁那年，把所有的教义传给了阿难，还有大迦叶。阿难听过世尊的所有说法，并且暗记下来，而大迦叶则有如世尊第二，亲自实践教义。佛教能够传到后世，大部分得归功于这2位。这也是世尊当初的用心。不久，世尊在居士那罗的2棵梭罗树间，最后一次躺下休息。正好在旅途中的大迦叶听到这消息，马上带着弟子赶到居士那罗。哎呀，喘死我了！哎呀，休息一下吧。哎呦！行者，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居士那罗。那么我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曾经听到过有关我师父的任何消息啊？他已经在7天前走了。今天要举行葬礼，这朵花就是从那儿拿来的。你们何必这样悲伤呢？从今以后啊，他就再也不会命令这个命令那个。哎呀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自由了，这一下反而轻松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嘿嘿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说错了，原谅我，大迦叶，原谅我。原谅我，大迦叶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居士那罗方面，阿难等人正想点火烧棺，可是怎么点都点不着。大迦叶来了！师父啊，我在这一刻已经重生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将不再独自享受道的喜悦。
我要如太阳一般燃烧自己，为了传播正确的佛法到后世而努力。请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，师父。跑起来了！世事变迁，世上没有不变的，万物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。在这荆棘中，我找到永远不变的生命。我的弟子啊，今后要以自己为依靠，以法为依靠。90天后，大迦叶在七叶窟内聚集了世尊的500名弟子。其中也可以见到跋陀的身影，也就是现在的明见尼。优婆难提，你也进去呀？我可以吗？要是没有你和世尊，现在的我可能还像以前那个样子。只会是一个自己享受快乐的沉默的修行者。我之所以发愿要召集大家来编辑经典，优婆难提，你是首居第一功啊！对不起，谢谢你。就这样，大迦叶得到了阿难等人的帮助。为了将法传到后世，开始着手召开编辑经典大会，也就是经典结集。大迦叶和优婆难提2个人，应该可以说是一种逆缘吧。